结婚3周年纪念日，我口吐鲜血，倒在地上。弥留之际，妻子莫珊珊不屑地看着我，对我说道：“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你知道为这天我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吗？”随后，我便没了呼吸。灵魂的状态下，我看到了后续的发展。莫珊珊以我妻子的名义夺取了我所有的财产，并联合她母亲害死了我的父母。我想阻止，可我却什么都做不到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惨死在他们手上，还把他们的骨灰冲进了下水道。我悲痛欲绝，灵魂溃散。当我再次睁开眼，我发现我竟然重生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此刻的我正坐在高中课堂的教室中，似乎连老天都看不下去我悲惨的遭遇，选择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帮助莫珊珊他们一家，并且我要让他也尝尝我所遭受的一切。上一世，我为了讨好莫珊珊，让她来我读的贵族学校上学，为她花钱，用尽一切方式，不惜一切地讨好她。学校里都传着首富少爷给保姆女儿当舔狗的故事，在她身上，我投入了不计其数的心血与金钱。毕业第2年，她才勉强答应嫁给我。可婚后她多次出轨，我全都因为爱她选择了原谅。可她却在3周年的纪念日里给我下毒，害我殒命，甚至她还联合她母亲陷害我的父母，导致他们颜面扫地，被逼跳楼。2老的骨灰被他们随手倒在下水道里，拿着我家的钱去潇洒挥霍。莫珊珊是我家保姆刘慧的女儿。刘慧命不好，丈夫酗酒家暴，还豪赌成性，欠了不少高利贷。刘慧为了赚钱还债，养女儿，就来到我家做保姆。因为我家在当地很有权势，我母亲看她可怜，正好我因为上学自己一个人住，于是就让她来我这里当保姆。父亲从小教育我要善待他人，我看他不容易，于是托父亲让他女儿莫珊珊来我学校一起读书。虽然刘慧长得苍老，但她女儿莫珊珊却是一个妥妥的美人，肤白貌美，身材也好。这样的家庭环境能养出这样的女儿，可想而知刘慧付出了多少心血。但莫珊珊这人却心高气傲，虽然我资助了她上学，但她从来都没有感激过我，经常对我出言不逊。严泽川，你别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，我告诉你，等我大学毕业，我会到达比你还高的阶层。他对我永远都是这种高傲的样子。当时的我只把这当作是一种自我个性的表现，还觉得这是一种魅力，被迷得神魂颠倒。现在想想看，我他妈就是个傻逼，天天拿热脸去贴冷屁股，还乐呵呵的跟在人家后头当狗做孙子。我要长相有长相，家境富裕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干嘛在她身上浪费精力？重活一次，我倒不急着直接弄死他们这一家子，而是打算慢慢折磨他们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，莫珊珊和他妈这群白眼狼能活成什么样子。这时，莫珊珊来到教室，直接对我拍起桌子，对我说道：“下午放学，我跟同学去聚会，你让熊叔把我送到。”没空，我看都没看他，直接说道。听我这样说，莫珊珊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其他同学也对我露出了不一样的神情。谁都没想到我竟然敢这样对莫珊珊说话。之前她有任何要求，我都会尽量的去满足她，从来没有拒绝过她。你再说一遍，反了你了是吧？莫珊珊直接皱起了眉头。没空。我再说一遍，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莫珊珊，你能来这里上学，是因为我给了你机会。你有什么资格
在我面前大呼小叫。面对我的回应，莫珊珊明显有些慌乱。之前无论她做什么、说什么，我都会言听计从。可现在的我跟之前完全不一样。你之前不是经常高傲地对我说，不需要我的资助吗？行，我答应你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给你1分钱。你不是有骨气吗？我给你个表现的机会。说完，我跟身边的同学说了一声，他们直接将莫珊珊赶了出去。莫珊珊在学校里的名声并不好，平日里就嚣张跋扈，同学们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没人惯着她。现在我跟她翻脸了，那些早就看她不顺眼的人，自然不会对她客气。莫珊珊刚想对我大呼小叫，那些人一个眼神就让她老老实实的闭嘴了。莫珊珊不傻，没了我的庇护，这所贵族学校里，她惹不起任何人。下午放学的时候，管家熊叔开车来接我，我刚坐稳，便命令熊叔开车。不等莫小姐吗？熊叔问道。从今天起不用再管他，他妈也不用特殊照顾了。从现在起家里就我们俩人。听到我这样说，熊叔显得格外的高兴，因为他早就不喜莫珊珊的作风了，天天对我大呼小叫，甚至把我这个主人当成佣人使唤。而他母亲好像在我家的别墅里住久了，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，没事泡杯咖啡，坐沙发上看电视，私自用我的东西，从不过问我。车正准备起步时，莫珊珊跑了过来，气喘吁吁地拍着车窗。我让熊叔不用理会，直接走，只剩莫珊珊一个人无助地站在那望着我离开。到了家门口，刘慧见我一个人下车，满脸疑惑：珊珊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我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，在熊叔耳边说了几句话后，直接进屋，舒舒服服地躺到沙发上。刘慧来到我面前，见我脸色不好，神色有些不爽地问道：泽川，你是跟珊珊吵架了吧？哎呀，她是女孩子，你让着她点吗？毕竟刘慧，记住你的身份，你就是个保姆，还真以为这里是你家呀？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？听到我这严厉的语气，刘慧立刻就慌了，赶紧说道：是。哎呀，泽川，你别生气嘛。珊珊这丫头脾气是倔了点，但人还是很好的。等她回来我就说她，你别生气了行不行？说完，刘慧向我伸出手，我有些疑惑，问她这是什么意思。泽川啊，你知道我家条件不好，你给我20万就行了，我给珊珊交点学费，再给家里打点钱，回来我让珊珊给你补课，行吧？说到这，我才想起来，钱是为了帮莫珊珊还她父亲的赌债。我经常假借各种理由让莫珊珊给我补课、陪同等，但现在我不需要了，不用了。刘慧，你被解雇了，按照当初我母亲跟你签的合同，你这个月能拿5000块钱的工资，但你天天不干活，在家里只知道看电视。我给你2000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，领了工资赶紧走吧。听到我说这些，刘慧直接傻眼了。她丈夫欠的赌债都是高利贷，但是利息他们家就还不起。没了我的庇护，那些人找到他们，指不定会做些什么。别呀，泽川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呀！是不是珊珊哪里做的不好，惹你生气了？等她回来，我一定好好教训她。求你千万别赶我走啊！刘慧哭着喊着，让我不要开除她。她心里也明白丢掉这份工作的后果，没了我的资助，光是她那个赌鬼丈夫，说不定就能打死她。我没有理会刘慧，拿出手机玩了起来。这时，熊叔带着几个保镖进来了，进屋就开始帮刘慧和莫珊珊收拾行李。一开始，为了追求莫珊珊，我允许他们住在我家，现在这里已经容不下他们了。
刘慧在旁边哭着极力阻止，可没人在意。收拾完后，刘慧连同她的行李一并被保镖们像垃圾似的丢出了家门。这时，莫珊珊回来了，见到这个场景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如同一个泼妇般对我破口大骂：“严泽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真的生气了。你要是不给我跪下道歉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原谅你的。”刚说完，刘慧直接一巴掌扇在了莫珊珊的脸上，这一掌的力度可不小，莫珊珊直接被扇懵了。看来刘慧是真的着急了。死丫头，你赶紧道歉啊！泽川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了，我保证以后他不会再做出任何惹你生气的事了，你就原谅我母女吧，好吗？虽然刘慧此刻表现得足够有诚意，但想到上一世她和莫珊珊一起逼死我父母的场景，我根本提不起丝毫的同情，反倒是激起了我滔天的恨意。面对母亲的指责，莫珊珊不仅不为所动，反倒更加傲慢了，还冷着眼朝我笑了起来。我知道，在她心里笃定我是喜欢着她的，我还是曾经那个为了讨好她什么都愿意去做的舔狗，只不过现在的我在跟她闹脾气而已。她相信只要随便给我点小恩小惠，我还是会像条狗一样跟在她后面继续讨好她的。但这次她失算了，我不可能再为她做任何事了。妈，我们走，我就不信了，没了她，我们还活不下去了。到时候我会让她哭着来求我们的。说完，莫珊珊冷笑着拿起行李，拉着刘慧强行离开。可刘慧还想挣扎一下，和莫珊珊直接在我家门口闹了起来。对于这种小丑，我实在懒得去看，随意的摆了摆手。熊叔立刻会意，指挥着保镖将他们母女俩直接轰走，并且还告诉门卫，以后不准他们俩人再踏入这个小区一步。被赶出去的莫珊珊依旧趾高气昂地指着我骂道：“严泽川，你给我等着，到时候就算你跪在地上求我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”我被气笑了，说真的，我是真不明白他到底哪来的底气。难道是这些年我把他宠得太厉害，导致他现在以为自己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世界都得围着他转吗？我想看看，除了前世傻逼的我，还会有谁去关心他？我更想看看，到时候他是怎么让我后悔的。这一晚，家里没了莫珊珊，我睡得格外的心安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我不再把关注点放在莫珊珊这种小丑身上，而是主攻学习和人际交往。上一世，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莫珊珊身上，导致我错过了太多的东西。这一世，我全都要弥补回来。一周后的下午，教室走廊内站满了人，同桌小声告诉我，莫珊珊讨好别的同学失败了，还被人家当众羞辱。我才从同桌口中知道，这一周的时间内，莫珊珊一直都在物色新的舔狗人选。她迷之自信地以为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和前世的我一样会喜欢她、舔她，只要她稍微表现一下自己，就一定会有人收留她。但天底下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对她好。再说，学校里也没有第二个像我前世那样的傻子了。加上之前莫珊珊因为有我罩着，嚣张跋扈的性格得罪了很多同学。自从知道我不再跟她联系后，很多人早就按耐不住性子，暗中对她进行各种挑衅、霸凌和侮辱了。这次是因为莫珊珊给同班的一名有钱的男同学买礼物被拒绝，并被人家当众嘲讽是个傻逼。站在人群中的莫珊珊第一次展现出了自己的无助与惶恐。曾经有我的照顾，学校里没人敢惹她，可现在她就是所有人眼中的小丑。晚上，我坐车回家，刚到小区门口，
就看到莫珊珊和刘慧向我跑了过来，并直接跪在我车前，两人的脸上全都带着伤。严泽川，是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，这下可以了吧？你满足了吧？之前的事可以翻篇了吧？虽说是道歉，可莫珊珊脸上却写满了不情愿，仿佛道歉对她来说是一种耻辱。可我怎么会妥协呢？接下来才是重头戏，我倒要看看没了我，他们这一家子会变成什么样。才过去多久啊，就回来求我，而且还是这种语气。不过看样子应该是莫珊珊她那个赌鬼老爸又家暴他们俩了。每次他那个赌鬼老爸拿不到钱的时候，都会对他们两个大打出手，而且每次拿到钱后，莫珊珊的父亲也不是去还债，而是直接去赌场继续赌，还说什么等翻了身，不缺还债的钱。算算看，我光是为了还他们家的债，就拿了快30万了。果然这一家子都是白眼狼。我都说了，从今以后你跟我没什么关系，赶紧走，别逼我叫人。我抠着指甲，将打车窗打开一条缝隙，朝他说道。见我这种态度，刘慧跪着爬到车窗前，痛哭流涕。泽川，求你了，珊珊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肯定严加管教，求你了，让我们回去吧。昨天珊珊她爸又打了我们娘俩了，讨债的也上门要我们还钱，我们真的没办法了，求你了呀。说完，刘慧在我面前不停地磕头，声泪俱下。要不是我有前世的记忆，此刻的我可能真会再次同情。这时莫珊珊也走了过来，但依旧是满脸的不服气。严泽川，我已经道歉了，我妈也这样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别做得太过分？气是不是也该消了？只要你给我20万，之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哦，我随意的点点头。莫珊珊立刻露出满脸喜色，可不等她说话，我摆了摆手，关我屁事！你家这情况难道是我造成的？当初我是看你们可怜才收留你们的，现在赶紧给我滚！说完，我就让熊叔开车进了小区，而刘慧却不死心，直接躺在我车前面，还说什么我要是不给钱，他就不起来这种话，大不了让我从他身上压过去。经过这番折腾，周围很快就围满了一圈人。面对周围人的指指点点，莫珊珊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白天她在学校受人排挤，现在又遇到这种事，她自身的傲骨让她瞬间脸红。她用手遮住自己的脸，可却挡不住周围人的指点。小区里有同校的校友看到这情况，直接嘲笑道：莫珊珊傍别人家不成，又来祸害严泽川了呀？你们不知道吧？他能上我们学校还都是靠人家严泽川，但他不但不知道感恩，还对人家随着校友的解释，还把莫珊珊父亲赌博欠债，我帮忙还的事也说了出来。周围人立刻都明白了，原来这对母女这么不要脸。面对周围人的讨伐，莫珊珊整个人都快疯了，大喊大叫道：够了，够了，你们都别说了，严泽川，你就说怎么样才肯原谅我吧，滚，傻逼！说完，我让熊叔跟门口的保安说了一声后，将刘慧强行拉走。尽管刘慧挣扎得很厉害，莫珊珊也在尽力的阻止，可他们哪里是几个壮汉的对手，再一次的被丢了出去。莫珊珊和他妈这下要出名了。晚上我和父母简单的汇报了情况，他们也都十分支持我的做法。虽然我完全可以让莫珊珊直接从学校滚蛋，但那样岂不是失去了很多乐趣？所以我打算将莫珊珊留在学校，像戏弄虫子一样，等什么时候玩够了，再一脚将她踩死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莫珊珊一点也不安分，经常在下课后就往我的教室跑。
但他依旧用高傲的语气，希望我能回心转意，还说什么他可以既往不咎。但他哪来的底气敢这样跟我说话？就因为我上辈子喜欢过他，所以他就认为稍微给我个台阶，我就会原谅他。见我无动于衷，莫珊珊更来劲了，天天堵我。这天晚上，我在房间里复习，熊叔走了进来，跟我说小区门口出事了，让我过去瞧瞧。听到这，我好奇地来到小区门口，结果看到莫珊珊正跪在小区门口，旁边他父亲拿着皮带不停地抽他。刘慧在一边哭着说别打了，看到我来了，莫父才收手，笑嘻嘻地对我说道：严少爷，珊珊这丫头我已经替你教训了，她要是有什么惹你不高兴的地方，以后你可以随意收拾她，为了向你道歉，就让她嫁给你，伺候你一辈子。莫府越说越激动，就好像男友在等老丈人松口迎娶他女儿一样。现在他终于答应了，那个彩礼你先给我30万吧，剩下的过段时间你再转我，一共给个。谁说要娶她了？你就算把她打死我也不在乎啊，还好意思跟我开口要钱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。听到这话，莫父立马着急了，别呀，严少爷，这……随后比刚才更加用力地挥舞皮带，暴打莫珊珊。臭婊子，你赶紧给我认错，求得严泽川的原谅，不然老子打死你这个贱货！莫珊珊疼痛难忍，一边躲闪，一边求饶：泽川，我错了，我保证我以后都听你的，求你了，原谅我吧，求求你了呀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再打就要出人命了呀！泽川，都这样了，你就别生气了。而且这几天那些追债的上门找我们，我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刘慧哭得撕心裂肺，不停地哀求着。她心里还一直认为我是喜欢莫珊珊的，曾经的我确实很喜欢莫珊珊，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付出。可现在，哪怕她现在被当众打死，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情绪。我对他的恨意那是这么轻易就能消散的。上一世他可是亲手杀了我和我父母，还把我父母的骨灰冲进了下水道，这笔账岂是这么轻易就能算清楚的？见我没反应，莫父也打累了，莫珊珊则被打得躺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刘慧看到后心疼不已，抱着莫珊珊在那哭，还不停地朝我喊道：可以了吧，泽川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珊珊已经这样了，你也该原谅我们了吧？就这，上一世我的遭遇比他悲惨上百倍，挨顿打就能抵消，实在是可笑。是他爸自己主动打的，他也是自己主动承受的，不是我指示的，更不是我的意思，跟我没关系。你们走吧，别再让我看到你们。我刚一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莫珊珊怒喊道：严泽川，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我都已经这样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比我高贵在哪？为什么你生来锦衣玉食，而我则要接受这如此糟糕的家庭？凭什么？还没说完，刘慧一巴掌又扇在莫珊珊的脸上，让她闭嘴。现在让我原谅回去才是最重要的，不能再惹我生气了。可我依旧不为所动，转身就往家走，还叮嘱熊叔，以后莫珊珊一家子有任何消息都不要跟我说，我们也不要管，任由他们自生自灭。再见到莫珊珊已经是半个月后的事了。见到她时，她身上还有着明显的伤，听说是那天被他爸打得进了医院，他爸跑了，追债的跑到医院找他，逼着他让他帮忙还债，甚至说让他去做小姐还钱。要不是医院护士报了警，那天晚上指不定会出什么事。莫珊珊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，用几乎哀求的语气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我说：严泽川，
严少爷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使唤你，惹你生气。全班同学替我作证，求你了。莫珊珊这副可怜样子，换做以前我肯定会格外心疼，可现在却让我觉得恶心。而她低三下四的行为，也没有获得周围同学的认可，只能说人作孽太多，真的会遭报应，还无法让人同情。见我无动于衷，莫珊珊也是失去了最后的耐心，转身离开。走之前还对我说一句：“严泽川，你给我等着。”我知道这是莫珊珊的威胁，但她现在不可能对我造成什么损失，无论她做什么，我都有应对措施。周末我来到 KTV 唱歌，因为最近莫珊珊一家弄得我心情不好，我想一个人唱歌，缓解一下心情。就在我唱着正开心的时候，莫珊珊却闯了进来，二话不说就脱衣服。我刚想阻止，她却拿着衣服凌乱不堪地跑了出去，随后我也跟了出去。但莫珊珊早已没了人影，而走廊里都是看我的人，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，搞得我一脸懵。第二天，本市首富之子在 KTV 强制猥亵妙龄少女的新闻登上了热搜头条。莫珊珊上传了她从 KTV 衣衫不整地跑出来的视频，还开启直播哭诉，胡编乱造地说，这些年在我家是如何寄人篱下，我是怎么借助补习的名义对她多次行不轨之事，这些年她是怎么过来的。随后网上讨伐我的声音开始不断出现，各种网暴的声音，这种社会的败类竟然过得这么好，真是时代的不幸啊！没想到有钱人都这样玩，还没成年就这样，这以后还得了？这就是有钱人的素质，简直连禽兽都不如。随着热度的传播，网上对我的评论越来越严重，但我仍然不慌乱。等到热度达到最高的时候，才是我出手的时候。这天回家的时候，莫父在小区门口拦住了我，拿着油漆说我不下车就泼。我无奈地下车，虽然我能猜到他想说什么，但还是得问一下。只见莫父有点得意地说：“严泽川，你侮辱了我女儿，这事儿怎么算啊？她的清白可没了呀！你就说打算给多少钱来摆平这事吧。我没有侮辱她，是她自导自演罢了。”我说道。不承认是吧？敢做不敢当，你真他妈的是个懦夫！我告诉你，没100万不算完这事。莫福趾高气昂地说道，仿佛胜券在握。见我没反应，随后又威胁到我，到时候我传的到处都是，你们严家的名声就完了，让所有人看看严家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败类。莫府越说越兴奋，仿佛我真的会向他低头妥协一样，可我仍不为所动。熊叔通知的人到了，他们制服了莫父，随后我进了家门。晚上，莫珊珊和刘慧一起开了直播，直播里刘慧一边哭一边说，女儿被侮辱了，自己走投无路，没人做主，自己家多么困难，这些年为了我们家做了多少，付出了多少等等，胡编乱造的听着我都快信了。网上对我讨伐越来越严重，甚至还扒出了我的信息和住址。网上很多人都说要替天行道。这时熊叔进来，把一个文件带给了我。少爷，按照你的指示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明天社会的风向就要变了呀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约了警察到家。因这段时间网上因为我的事讨论的很多，警察们也是第一时间过来了解情况。我拿出了这些年给刘慧开的工资证明，按照市场行情最高的价格开的，同时还有莫珊珊入学的情况和这些年在我家的各种开销。最后，我拿出一段视频，
莫珊珊做梦都想不到，其实那家 KTV 是我家开的，有些房间里是有摄像的，视频里拍得很清楚。我坐在那唱歌，莫珊珊闯进来，脱衣服，然后跑出去。全程我都没有接近她，更没有碰她。视频和各种资料曝光后，又引来一场讨论热潮，因为有官方司法账号为我澄清发布，这些才是真实的证据。随后，网络上的风向发生了改变，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莫珊珊一家。一开始正在直播控诉的刘慧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所有人都是辱骂她的。哎，你们骂我干什么呀？是严泽川侮辱了我女儿，你们应该向着我才对啊。这时，莫府拿着手机跑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出事了。”刘慧接过手机，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，整个人都懵了，但随后被莫父一脚踹倒在地。莫府愤怒的一边踹一边怒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连这点事都做不好，这下可好了，钱没了。”所有人都知道咱们干的这些丑事，直播间里上演家暴。由于事态过于恶劣，直播间瞬间被封了。随后，网友们开始发表自己的言论。我说这女的怎么会这样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她父母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！没想到有些人为了钱，连自己的清白都不要了，还拉别人下水，一家子坏种。这一类的声音在网上越来越多，各种网暴莫珊珊的话层出不穷。我刚到学校的时候，同学告诉我，学校知道这件事后，当场宣布开除莫珊珊学籍。莫珊珊知道后，跑到校长办公室给校长跪了下来，哭着求他不要开除他。离高考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，他还想让自己考上清北来改变命运。据说他还哭着跟校长说开除他，学校失去一个清北的高材生，这会影响学校的升学率。可校长却说，他走了，自然还会有人考上清北，成为高材生。而他这种人品败坏的人，传出去是给学校抹黑。莫珊珊现在已经被学校除名了。据说走的时候，学校围了一圈人看他，他就像一个疯子一样，一边大哭一边大喊着离开了学校。有同学问我接下来怎么办，我告诉其他人家里会安排的，但事实上我并不打算把莫珊珊送进监狱，只有在外面他才能体会到真正的痛苦。他父亲会放过他吗？那些追债的会放过他一家吗？接下来几个月里，没了莫珊珊一家的打扰，我难得过得这么清静。除了正常的上下学以外，我还经常跟同学们聚会，毕竟他们每个人的背景都不简单，以后也会成为我在社会上的底气。晚上我们从饭店出来的时候，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我同学推到一边。我被推倒在地，却听到一声惨叫。我一回头，看到推我的同学捂着胳膊倒在地上，还流了不少血。而那个内刀的人就是莫珊珊。可此刻的她蓬头垢面，头发凌乱，面色惨白，手里还拿着刀，整个人看起来疯疯癫癫的。就在她准备朝我走过来时，旁边有人大喊她的名字。这时他才清醒。莫珊珊看着自己手上的血，吓得把刀扔地上，随后不停地摸着自己头发和脸，随后发出一声惨叫，转身就跑了。到医院后，同学伤口不深，没有伤到骨头，包扎一下就好。而莫珊珊明显是冲我来的，如果不是同学救我，可能此刻的我人就不在了。所以对于这种情况，我无法再冷静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选择了报警。1个小时后，警察到了医院，了解完情况后，立刻成了调查组，开始进行调查。只不过很奇怪的是，那一晚之后，莫珊珊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
了无音讯。我派人去了解了一下情况，原来自从莫珊珊被学校开除后，从来没动过她的母亲也忍不住暴打了她一顿。由于这件事的影响太恶劣，没有任何一家学校愿意收留莫珊珊，她就这样葬送了自己大好前途。原本刘慧还指望她考上名校，然后改变家境，所以她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到了莫珊珊身上。可现在看来，所有希望都破灭了。从那天起，莫父和刘慧不再对莫珊珊有什么好态度，没事就是一顿毒打，而那些追债的仍然不停地上门讨债。莫父甚至要求莫珊珊去当妓女来还债，但莫珊珊那种傲慢的人怎么可能会同意？就这样，家庭矛盾和催债的压力不断地摧残着这个本来就支离破碎的家庭。终于在刺杀的那一晚，面对父母的混合双打，莫珊珊再也忍不住了，拿起刀刺死了他的父母。父母倒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还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是我害得他人生没了希望，害得他要承受这一切。于是拿着刀找到了我，在同学的呼唤中，莫珊珊才清醒，随后发疯似的逃跑了。第二天，警方检查了莫府和刘慧的尸体，尸体上有10几道伤口，只有2到3刀是死前的。可以说，莫珊珊杀了他父母后，又在他们的尸体上补了10几刀，手段何其的残忍啊！不过莫珊珊却不知去向，警方排查了很久都没有任何线索。2年后，我已经是清北大学的高材生，趁暑假的时间，陪父亲一起考察一下项目发展，来到一个外省来考察。在回城里的时候，我在车上拿起一份报纸看看，一个熟悉的人影映入我眼中，是莫珊珊。新闻上报道，潜逃2年的杀人少女在黑砖窑里被发现，已被警方逮捕，经最高法院审判，判处死刑。随后，我感觉把这份报纸上的信息打给了我在法院工作的朋友，让他帮我查查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当天晚上，我在酒店刚洗完澡，就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。根据警方提供的笔录，原来那天晚上行刺我没有成功后，莫珊珊发疯似的逃跑，病后没有回家，而是跑了一条很偏僻的路上。随后趁拉货司机下车买东西的时候，爬上了车，一直坐着直到当地。那个时候，当地还有些黑恶势力，而那个司机刚进城的时候，车就被一些人打劫扣下来了。他们在车厢里发现了莫珊珊，就把她带到了黑煤窑里，关到小黑屋里，供那里的管事人员随意玩弄。这种被人随意糟蹋折磨的黑暗生活，过了将近2年的时间，直到3个月前，警方打击黑恶势力围剿黑煤窑的时候，发现了莫珊珊。打开门的时候，她脖子上被拴着铁链，整个人精神都不正常了，可想而知经历什么样非人的折磨。当时她手里还流着血，旁边躺着一个人，心脏上插着一块碎玻璃，已经死了。看来是他反抗的时候失手杀了人。经身份核实后，他就是当初潜逃的杀人凶手。法院给他判处了死刑。看到这，面对莫珊珊的遭遇，我并不觉得惋惜。她原本有着美好的未来，如果当初她好好的选择跟我在一起，现在的生活肯定是一片美好。而她今天这个下场，完全是她自己咎由自取，只能怪她自己不懂得珍惜，才变成了这样，也算是罪有应得。我终于不用再担心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出现来打扰我的生活了，因为他已经没有未来了，而我还有充满光明美好的未来等着我。未来的每一天，我都会是幸福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